在开始倒数排行前，需要说明我们的评选标准。我们综合考虑了肉类的脂肪含量、蛋白质质量、维生素和矿物质丰富度，以及主要健康机构的饮食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加工肉制品并不在榜单之列。世界卫生组织曾警示过腊肠、培根等加工肉会增加癌症风险，可见吃肉也要挑健康的吃。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从第10名开始，一步步揭晓这份健康肉类的权威名单。第10名，去皮鸡胸肉。悬念揭晓，在许多人眼中堪称健身餐标配的去皮鸡胸肉，居然只排在第10名，这或许令人惊讶。为什么常被视为瘦身圣品的鸡胸肉没能名列前茅？让我们一探究竟。去皮鸡胸肉的优点不言而喻，作为家禽白肉的代表，鸡胸肉脂肪含量极低，几乎不含皮下脂肪。100克鸡胸肉的脂肪只有几克，却提供约30克优质蛋白质。对于需要控制热量又要保证蛋白质摄入的人来说，它是理想的瘦肉选择。难怪无论是运动员、健身爱好者，还是想减肥的朋友，都对鸡胸肉情有独钟。它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帮助修复肌肉组织，增强免疫功能。同时，鸡胸肉还提供烟酸、维生素 B6 等维生素，有助于能量代谢和神经系统健康。然而，鸡胸肉并非十全十美，在营养密度方面，它的矿物质含量相对平平，尤其是铁和锌这样的元素，鸡胸肉的含量显著低于红肉，这对中老年人或贫血风险人群来说是一个不足之处。想象一下，在远古狩猎时代，原始人更青睐猎物的内脏和红色肌肉，就是因为其中蕴含丰富的铁质和微量元素。相比之下，淡色的鸡胸肉虽然易消化、低脂肪，但提供的铁远不如红肉，对于需要补血的人而言，并非最佳之选。现代营养学也提醒我们，饮食需要多样化，仅靠鸡胸肉难以提供全面的微量营养。文化上，鸡肉是全世界消费最广的肉类之一，去皮鸡胸肉更是在各国健康餐单中频频出现。从亚洲的白切鸡、欧美的沙拉鸡胸，到健身房常备的水煮鸡胸，鸡胸肉扮演着朴实无华却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价格亲民，烹调方式多样，水煮、清蒸、白灼都能最大程度保持其低脂特点。然而，正因为它过于清淡无味，很多人在长期食用后难免厌倦。这时候，不妨借鉴各国厨艺，加入香料慢烤或配合蔬菜快炒，既保持健康，又增加风味。总之，去皮鸡胸肉是健康肉类的基本款，但由于营养亮点不突出，在我们的排行榜中位居第10名。接下来登场的肉类将一个比一个重磅，让您逐渐理解为何连鸡胸肉都只能垫底。第9名，鸽子肉。接下来揭晓的第9名，也许出乎不少人的意料。鸽子肉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鸽胜9鸡，鸽子肉自古就被视为滋补佳品。鸽子体型虽小，却是名副其实的浓缩营养包。为什么这种许多人只在汤锅里见过的食材能够跻身全球健康肉类榜？让我们从历史与科学的角度品味鸽子肉的独特之处。翻开古老的医书，鸽子肉被赋予了丰富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中记载，鸽肉有补肝益肾、益气养血之效。事实上，鸽子飞行肌肉发达，其肉质呈暗红色，属于典型的红鸡肉，富含血红蛋白。这意味着鸽子肉的含铁量和含锌量相对鸡肉更高，有助于预防贫血和支持免疫功能。同时，鸽子肉蛋白质含量可观，而且容易被消化吸收。对于老人、小孩或病后体虚者，常被推荐喝上1碗鸽子汤来调养身体。在一些地域习俗中，新婚夫妇或产妇也会用鸽子炖汤，取其寓意白头偕老和补养之意。从营养分析看，每100克鸽子肉大约含有20克左右的蛋白质，脂肪约7到8克，属于低脂高蛋白肉类。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以及磷、铁等。其中维生素 B3 和 B6 有助于能量代谢，维生素 A 则对视力和免疫有益。更难得的是，鸽子肉的风味细腻清甜，却没有鸡鸭那样明显的膻腥味。在美食文化上，
鸽肉早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欧洲就登上了富人的餐桌。法国菜中至今还保留着红酒、烩乳鸽等经典菜式。中国民间更流传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墙上雀肉及夹鸽的说法，形容鸽子肉的美味。需要注意的是，鸽子肉虽好，但获取渠道较特殊，市面上供应的多为人工饲养的肉鸽，野生城市鸽并不适合作为食材，也存在卫生隐患。因此，想品尝鸽子美味，最好选择可靠来源，经过正规检疫的肉鸽。总的来说，鸽子肉凭借高营养密度和传统养生声誉，成功跻身健康肉类第9名。在现代饮食中，偶尔烹一只清炖乳鸽，既享口福又摄营养，可谓相得益彰。第8名，虾肉。大海的馈赠登场了，排名第8的是水产界的代表虾肉。或许有人疑惑，小小的虾也算肉类吗？其实在营养学上，水产动物同样属于肉类范畴。虾肉常被誉为海洋中的健康美食，不仅味道鲜美，更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浅出地了解虾肉为何能够挺进10大健康肉榜单。从营养角度看，虾可谓高蛋白低脂肪的典范，每100克熟虾仁含有约20多克蛋白质，而脂肪却不到1克，热量也很低。这意味着食用虾肉既能获得优质蛋白，又几乎不用担心摄入过多脂肪，是理想的瘦身和健身食品。更令人称道的是，虾是碘和硒的极佳来源。碘是甲状腺激素合成所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引发甲状腺问题，而海虾汲取海水精华，碘含量远高于陆地食物。适量吃虾有助于维持甲状腺健康。硒则是强抗氧化矿物质，对免疫功能和心脏健康都有益处。经常听说多吃海产品聪明，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碘和脂肪酸的作用。虾体内还含有虾青素这种天然抗氧化剂，它赋予虾壳迷人的粉红色，在人体内则可以帮助对抗自由基，保护细胞健康。当然，谈到虾不得不提的一个指标就是胆固醇。很多人听说虾胆固醇含量不低，每100克虾的胆固醇大约有150到200毫克，乍一看数字不小，难免让注重心血管健康的人担心。然而，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食物中的胆固醇对大部分人而言影响有限。比起高胆固醇，本应更关注饱和脂肪摄入。虾肉的饱和脂肪含量极低，而且富含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因此，只要控制好总量，比如每周吃2-3次，每次不过180克，吃虾不仅不会危害心脏，反而提供了宝贵的营养。同时，虾肉质地松软，易于消化，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和食欲不振的病人都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环顾世界，美味的虾早已征服各地食客的胃。亚洲菜肴里有鲜辣爽口的麻辣虾，也有滋味浓郁的干烧明虾。地中海沿岸盛行用蒜香橄榄油煎虾，再配以柠檬提鲜。拉美人爱用酸橙汁腌生虾，做开胃的酸橘汁腌虾。无论烹法如何，虾肉都鲜甜可口，营养丰富。需要提醒的是，对海鲜过敏的人应当回避虾类。此外，新鲜度对虾尤为重要，变质的虾千万不能吃。总体而言，虾肉凭借其高蛋白低脂、富含碘硒的营养价值，当之无愧入选全球健康肉类第8名。以后在调整饮食时，不妨用鲜虾代替部分红肉，让餐桌更健康多彩。第7名，鹿肉。随着排名的推进，我们迎来了一位来自原野森林的选手——鹿肉。鹿肉指鹿科动物的瘦肉，典型代表是梅花鹿、驼鹿等的肌肉组织。它也被称为野味之王，在人类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从古至今，鹿肉不仅以美味著称，更因为其营养丰富、脂肪极低而备受推崇。如今，鹿肉成为第7名，相信它的上榜理由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首先，鹿肉是出了名的高蛋白低脂肪。野生环境中的鹿奔跑迅速，脂肪储备很少，其肌肉紧实而精瘦。一般100克鹿肉仅含约2到3克脂肪，却提供20多克蛋白质。相较普通牛肉，鹿肉的脂肪和热量要低得多，却能提供同等甚至更优质的蛋白。对于怕胖又想补充营养的人来说，鹿肉可谓梦寐以求的天然瘦肉。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鹿肉中的铁含量相当可观。研究显示，每100克鹿肉的铁含量可达4毫克左右，比等量牛肉高出许多。这种血红素铁极易被人体吸收，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是极好的补血食材。此外，鹿肉还富含维生素 B 群，特别是 B12和锌、磷等矿物质，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和神经功能。难怪在不少文化中，鹿肉被认为能壮腰膝、益气力，帮助体弱者恢复元气。鹿肉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故事。在远古时期，狩猎鹿群是一项盛大的活动。史前岩画中就有早期人类围猎鹿的场景，这标志着鹿肉早早进入了人类食谱。对于原始人而言，鹿肉提供了宝贵的热量和营养，使先民的大脑和身体得以发育壮大。到了中世纪欧洲，鹿的狩猎权曾是贵族的专属，因此鹿肉一度成为王公贵族的美食象征。在中国古代，皇帝也热衷于围猎梅花鹿，不仅为了享用鹿肉，更视之为帝王游猎的传统。民间流传的鹿茸、鹿筋等都是中医药宝贵材料，而鹿肉在中医食疗中被认为性温，有补益作用。时至今日，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鹿肉作为游戏肉、野生猎物肉重新受到青睐。比如在北美和欧洲，一些有管理的狩猎会提供鹿肉，供人们品尝那带有野趣的滋味。当然，鹿肉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由于鹿肉极瘦，烹调时若手法不当，可能变得较柴，建议采用慢炖或腌制后快炒等方式锁住汁水。另一方面，野生鹿肉的供应有限，购买时要确保来源合法、安全。另外，和所有红肉一样，鹿肉也应适量食用，避免过多摄入引起尿酸升高等问题。总的来说，鹿肉凭借其出众的瘦肉特性和丰富的微量营养，荣膺健康肉类第7名。当您咬下一口嫩香的烤鹿排，不仅是在品尝美味，更是在重温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古老记忆。第6名，兔肉。温顺的小兔子不仅是童话故事里的可爱形象，也是现实中餐桌上一种被低估的健康肉类。我们的第6名就是兔肉。也许许多人对吃兔肉感到陌生，甚至有些不忍，但在不少国家，兔肉是传统佳肴，而且营养价值极高。现在就让我们客观深入地了解兔肉的健康密码，看看这位默默无闻的选手是如何跻身前10的。先从营养谈起，兔肉可能是世上脂肪含量最低的红肉之一，每100克兔肉的脂肪仅约有3到5克，甚至比鸡胸肉还要低。然而，它的蛋白质毫不逊色，约100克就含有21克左右的蛋白质，包括各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因此，兔肉提供了高质量蛋白，却几乎不带来多余脂肪，被称为高蛋白、低热量的完美组合。此外，兔肉在维生素和矿物质方面也毫不含糊，其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尤其突出。据分析，兔肉的维 B12 含量是普通猪肉的10倍以上。维生素 B12 对造血和神经系统至关重要，缺乏会导致贫血和神经损伤。由此可见，常吃兔肉有助于补充 B 族维生素，预防贫血。兔肉中钾、磷、硒等矿物质也十分丰富，对心脏健康和免疫功能都有益处。在一些营养学家眼中，兔肉堪称肉类中的营养宝库。聊完营养，再看文化和历史。人类食用兔子的历史悠久，考古发现，在更新世晚期的人类遗址中，就有大量野兔骨骼，说明史前人类已经将兔子作为重要食物来源。毕竟兔子的繁殖力强，获取相对容易，是先民度过艰难时期的救命肉。然而，兔肉也留下了有趣的传说。据说北美早期拓荒者中流传着兔子饥饿症的说法。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只靠瘦兔子肉充饥，由于几乎没有脂肪摄入，反而会出现营养失衡、极度饥饿的症状。这说明均衡饮食的重要，即使是营养丰富的兔肉，也要搭配一些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才能满足人体需求。这段历史轶事恰好证明了兔肉有多瘦，瘦到不足以单独维持生命所需的脂肪。当然，在现代饮食中，我们很少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倒是可以借鉴一点。烹调兔肉时，可搭配适量橄榄油或其他健康油脂，既提升口感，也令营养更全面。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兔肉有不同的风味呈现。法国有著名的香草红酒炖兔，意大利人则喜欢奶油白酱煨兔肉，
风味柔和香浓。中国有些地区也有吃兔子的传统，川菜中的麻辣兔头，火锅中的兔肉片，让人大呼过瘾。由于兔肉纤维细嫩，味道清淡，腌制入味后非常美味。需要提醒的是，兔肉和禽肉类似，必须煮熟煮透才能食用，以防寄生虫感染。总的来说，兔肉以其极低的脂肪、高蛋白和丰富的维 B12 等优势，占据了健康肉类排行榜的第6名。对于想换换口味又追求健康的人来说，兔肉或许是下一道值得尝试的美食惊喜。第5名，火鸡肉。现在进入排行榜的上半区，排在第5名的是熟悉又有点特别的火鸡肉。火鸡原产北美洲，如今却走上全球餐桌，尤其在健身和营养领域备受欢迎。火鸡肉能在激烈竞争中位列前5，自有其过硬的健康本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只曾经的新大陆巨鸟如何凭借营养优势与文化底蕴，赢得全世界的青睐。首先，火鸡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禽肉，与普通鸡肉相比，火鸡体型更大，肌肉纤维也更粗实。一只去皮的火鸡胸脯肉几乎全是紧密的瘦肉组织，每100克火鸡胸肉含有约24克蛋白质，脂肪却不到2克，热量也很低。这意味着食用火鸡肉可以摄入大量优质蛋白，而不用担心过多脂肪摄入。这对健身人士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天然增肌食品。难怪健美圈流传一句话，鸡胸吃腻了就换火鸡胸。火鸡肉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硒和锌的含量尤其突出。硒有抗氧化作用，支持免疫系统；锌则参与新陈代谢，并维护味觉嗅觉功能。火鸡肉还提供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比如烟酸、B3 和维生素 B6， 对能量代谢和大脑健康有益。此外，火鸡的深色肉部分，如腿肉，含有比鸡肉更高的铁和肌酸，这对需要预防贫血或提高肌肉能量的人来说是额外的好处。火鸡肉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营养，还因为它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意义。每年感恩节，火鸡大餐已成为北美传统，象征着团圆和感恩。这一习俗源于17世纪，火鸡作为丰收的礼物被摆上早期移民的餐桌。可以说，火鸡承载了历史记忆和情感纽带，走出北美。火鸡肉在欧洲也受到重视，例如英国人在圣诞节也常烤火鸡代替鹅肉，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则喜欢把火鸡胸肉卷上香料和菜叶烧烤，别有风味。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火鸡肉或许曾经有些陌生，但随着国际超市和西式餐饮的普及，如今在国内也能买到火鸡肉制品。许多注重饮食健康的年轻人开始用火鸡胸肉片替代培根来做三明治夹层，用火鸡碎肉替代牛肉末来烹制意面酱。这种减脂替换的思路正体现了火鸡肉健康又美味的价值。在烹调火鸡时，需要注意火候和调味。由于火鸡肉瘦且纤维较粗，稍不留神可能变得干柴，因此西方人在烤火鸡时常会给它腹中填馅，表皮涂黄油，目的就是保持肉汁和增加香气。当然，日常料理的火鸡胸肉切片可以用慢火煎至微焦，或切丁快炒，都能保持鲜嫩。总而言之，火鸡肉凭借出色的营养配比和国际化的流行趋势，稳居健康肉类榜第5名。如果您还没尝试过这种美味，不妨在下一顿健康餐中加入火鸡肉，感受一下它带来的轻盈活力。第4名，羊肉，瘦羊肉。现在揭晓第4名，羊肉。这里特指瘦羊肉，包括绵羊和山羊的瘦肉部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羊肉也许脂肪较高，味道膻腥，但实际上，剔除多余肥膘的瘦羊肉不仅营养价值一流，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养生声誉，使其成为全球健康肉类榜上不可忽视的一员。从营养组成看，瘦羊肉与牛肉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100克瘦羊肉，例如去脂羊腿肉，大约含有2022克蛋白质，脂肪约在68克左右，属于中等偏低的脂肪含量。羊肉富含高质量蛋白，氨基酸构成比例良好，利于人体吸收利用。此外，羊肉所含的铁、锌等矿物质也十分丰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羊肉的血红素铁含量
和牛肉一样是补铁佳品，能帮助预防缺铁性贫血。对于中老年人或育龄女性等易缺铁人群而言，适量吃些羊肉有益于维持红细胞的正常功能。羊肉还含有维生素 B12、烟酸等 B 族维生素，有助于能量代谢和神经系统健康。人们常说吃羊肉能御寒补身，其中一个科学道理是羊肉富含一种叫左旋肉碱的物质，有助脂肪代谢产热，再加上其高锌高铁，有提高机体免疫和耐寒力的效果。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羊肉不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较高吗？的确，相比禽肉和鱼肉，红肉类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普遍偏高，羊肉也不例外。但关键在于部位选择和适量食用。羊肉身上不同部位脂肪差异很大，羊腿、羊里脊这些部位瘦肉率高，相对健康，而羊肋、羊胸这些部位脂肪厚重，应尽量少吃。此外，很多人爱吃的涮羊肉，薄薄的羊肉片入口即化，其实正是因为其中夹带了不少肥脂。若追求健康，烹调时应尽量去除羊肉表面的可见肥油，并采用炖煮、烤制等方式，让多余脂肪滴落。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建议每周红肉摄入不超过3小份，约350到500克熟肉，这当然也包括牛羊肉。所以合理控制频率和分量，瘦羊肉的益处才能大于可能的风险。羊肉在全球美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想想新疆的大盘羊肉、印度的咖喱羊、土耳其的烤羊肉串，以及西方复活节餐桌上的烤春高腿，羊肉往往和节庆、宗教、民俗紧密相关。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文化纽带。在中医药典里，羊肉被列为性温热的食材，有补虚温补之功。因此，每逢冬季，华人社会有冬至吃羊肉汤进补的传统，认为可以驱寒保暖。相比牛肉，羊肉特有的膻味来自于其脂肪中的挥发性物质。很多巧媳妇早有妙招，烹调时加些白萝卜、生姜、胡椒等同煮，不仅解腻去膻，还能增添滋味。慢炖一锅萝卜羊肉汤，汤汁奶白醇厚，营养在舌尖流淌，让人体会到所谓食补的美妙。凭借高蛋白、高矿物质和适度健康脂肪的平衡，瘦羊肉在排行榜中夺得第4名。对于那些畏惧羊膻味的人，不妨尝试选用年轻羔羊的肉或山羊肉，膻味较轻。此外，将羊肉与大量蔬菜、香料同烹，既补气血又不燥热，更符合均衡饮食之道。总之，羊肉是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肉类食材，掌握科学的吃法后，它完全可以成为您健康膳食的一部分。第3名，瘦牛肉、牛里脊等精瘦牛肉。跻身前3甲的是许多人挚爱的瘦牛肉。牛肉被誉为肉中之王，无论在东西方都是餐桌主角之一。虽然近年来谈到红肉，部分人心存顾虑，但不可否认，精心挑选和适量享用瘦牛肉对健康大有裨益。现在，我们就从营养学和演化史双重视角来认识这位排行第3的重量级选手——牛肉。牛肉之所以享有肉王美誉，很大程度上因为它营养价值极为出众。一方面，牛肉富含高质量蛋白质，每100克精瘦牛肉，如牛里脊、后腿肉，含蛋白约20克以上。这些蛋白质提供全部必需氨基酸，是人体肌肉生长、组织修复的绝佳原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需要增强肌肉力量的运动员以及术后康复的人来说，牛肉都是理想的优质蛋白来源。另一方面，牛肉在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上也十分抢眼，尤其是铁和锌，牛肉可谓富含这2大人体必需矿物。牛肉中的铁主要是血红素铁，吸收率高，可以有效预防和改善缺铁性贫血。锌则参与免疫调节和伤口愈合，经常吃些牛肉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和抗感染能力。难怪老话讲要壮士吃牛肉。又比如中医认为牛肉有补中益气、强筋健骨之功，正是因为其中的铁、锌等营养能够强健体魄。此外，牛肉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烟酸等 B 族维生素，对于红血球形成和神经功能也是一大助力。把目光投向历史，人类与牛肉的故事源远流长。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中东地区驯化了野牛。
开启了畜牧时代，牛提供了劳力、奶水和肉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可以说，牛的驯养是人类历史上的革命性进步。古代战乱饥荒时，牛往往不敢轻易宰杀，因为它们对生产太重要了。但一旦到了盛世太平，牛肉便成为王公贵族的美味佳肴。罗马帝国时期就出现了专业的屠牛业，欧洲中世纪更把烹饪牛肉当成一门艺术。中国古代受限于农耕需要，民间少有吃牛，但清代以后，牛肉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更是火锅、烧烤摊上的宠儿。在现代营养学界，对牛肉的评价也是喜忧参半，喜欢的是其高营养，忧的是其高脂肪和某些健康风险。这正提醒我们，享用牛肉需讲究方法。谈及健康吃牛肉，关键在于选择瘦肉和控制量。牛身上不同部位脂肪相差悬殊，像里脊、后腿、肩胛这些运动肌肉，脂肪含量较低，而肋眼、肥牛这种部位脂肪大理石花纹明显，是大忌。购买时可看瘦肉与白色脂肪分布比例，选红瘦为主的切块。加工方式上，尽量避免将牛肉熏制、腌制或烧烤的焦黑，以减少致癌物形成。煎牛排时把多余油脂煎出弃掉，吃火锅时涮牛肉也尽量撇去浮油。各大权威机构一般建议，每周红肉主要是牛羊猪，摄入量别太高，控制在半斤左右为宜。如果做到这些，瘦牛肉带来的好处完全可以大于潜在风险。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市面上还有草饲牛肉，牛以牧草为食，可供选择。草饲牛肉相较谷饲牛肉，脂肪更少，且富含一些 Omega-3 脂肪酸，被认为是更健康环保的选项。总的来说，牛肉凭借其高蛋白、高铁锌、丰富维生素的优异营养，在全球饮食中占据重要一席，也在我们的健康肉类榜荣膺第3名。它提醒着我们，红肉并非洪水猛兽，只要聪明的吃，牛肉依然是馈赠人体的宝贵礼物。从漫长的进化史走来，强壮的人类离不开牛肉的滋养。展望未来，合理摄入、均衡饮食，牛肉依旧可以伴随我们健康前行。第2名，深海鱼类。终于来到榜单的第2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海洋。深海野生鱼类，其中以三文鱼、鲑鱼为代表。鱼肉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就是健康的代名词，而来自深海的野生鱼更被视作海中黄金。它们富含独特的脂肪酸和微量元素，对心脑、血管、大脑发育都有显著益处。为什么深海鱼如此卓越？我们一探究竟。深海野生鱼最大的健康亮点在于其富含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是人体必需却无法自身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获得。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青鱼等深海鱼体内储存了大量 Omega-3 脂肪酸，比如 EPA 和 DHA。 它们在寒冷的深海中生存，脂肪携带着流动性好的 Omega-3， 保持身体柔韧，这对人类而言是无价之宝。研究表明，摄入足量 Omega-3 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降低炎症反应，保护血管弹性，从而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难怪世界各国的心脏健康指南都建议每周吃2到3次鱼，其中至少包括1次深海肥鱼。在大脑方面，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被俗称为脑黄金。怀孕和哺乳期的母亲摄入足够 DHA， 有助于胎儿和婴儿的大脑发育。老年人常吃富含 Omega-3 的鱼，有助于保持大脑灵活，降低认知退化的概率。可以说，从儿童到老人，深海鱼都扮演着守护健康的重要角色。营养不止于脂肪酸，深海鱼还是维生素 D 和硒的极佳来源。以三文鱼为例，100克野生三文鱼的维生素 D 含量可以满足人一天所需的1半以上。维生素 D 对骨骼和免疫系统至关重要，而现代人普遍户外活动减少，饮食中有鱼就显得更重要了。硒是一种抗氧化矿物，深海鱼类因为食物链富集，体内的硒含量比淡水鱼高，可帮助人体清除自由基，支持甲状腺功能。深海鱼还富含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B12、碘等元素，可谓营养全面。正因为如此，诸如日本、冰岛等渔业文化盛行的国家，
人们普遍心脑血管健康状况较好，平均寿命较长。饮食中鱼的贡献功不可没，深海鱼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也非常深厚。早在旧石器时代，生活在海岸边的祖先就开始捕鱼，以获取高能量营养。有人推测，人类智力的飞跃可能与沿海饮食摄入大量 Omega-3 有关。在古代贸易中，风干的咸鱼和鱼干一度是重要商品。来到现代，鱼更成为美食艺术的妙思。刺身三文鱼入口即化，烤青鱼油香四溢，罐头金枪鱼方便可口。从地中海饮食到东亚日料，鱼都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明星。然而需要指出，深海鱼的健康也取决于食用方法。清蒸、水煮、烤制是比较健康的烹调方式，可以保留 Omega-3 不被破坏，又无需额外添加过多油脂。反之，如果将鱼油炸或做成腌制熏制品，则健康优势会被抵消不少。另外，选择鱼类时提倡小而野，个头相对较小，野生的鱼一般污染物累积更少，例如沙丁鱼、秋刀鱼这类小型远洋鱼，重金属汞含量比大型金枪鱼低，更加安全。三文鱼则优选野生的，因为部分养殖鱼可能含较多饱和脂肪和药物残留。好在如今超市都有清晰的标识供消费者选择。总的来看，深海野生鱼类凭借独特的 Omega-3 脂肪酸和多种营养素，在维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作用，理所当然地荣登健康肉类榜的第2名。正如一句谚语所说 ，Give a man a fish, he eats for a day. Teach a man to fish, he eats for a lifetime. 授人以鱼，饱食一日；授人以渔，终身受用。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学会正确的吃鱼，才能终身受益于大海的恩赐。第1名，动物肝脏，以牛肝为代表。终于到了万众瞩目的第1名，这可能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不是昂贵稀有的山珍海味，也不是我们平日熟悉的鸡肉肉质，而是长期被许多人忽视甚至嫌弃的动物肝脏。这里以牛肝为代表的动物肝脏类食材，凭借营养之王的身份，荣耀登顶全球健康肉类排行榜。也许您会惊讶，肝脏不是胆固醇高又有毒素的东西吗？为何反而成为天然的补品级肉类？接下来，让我们揭开肝脏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它的健康价值、文化传统和食用建议。动物肝脏之所以能技压群雄，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它极高的营养密度。以牛肝为例，100克牛肝所含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之丰富，几乎可以傲视所有常见食物。首先，牛肝中的维生素 A 含量高得惊人，一小片牛肝就足以提供成人1天所需维生素 A 的数倍。维生素 A 对视力、皮肤和免疫系统至关重要，因此肝脏自古就被用来治疗夜盲症和营养不良。本草纲目中称猪肝明目，西方在维生素发现前也早知多吃肝可改善眼疾，这是因为肝脏储存了动物体内富余的维生素 A， 成为浓缩的生命之源。其次，肝脏是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宝库，对造血功能支持明显，常吃适量有助于预防恶性贫血。再次，铁和铜等造血矿物质在肝脏中含量极高，牛肝的铁含量约为普通牛肉的3-4倍，而且大部分是易吸收的血红素铁，对缺铁人群效果显著。难怪民间有句老话，吃啥补啥，吃肝就能补血明目，这并非毫无根据的迷信。从蛋白质角度看，肝脏含有全价蛋白，并富含特殊的肝脏酶。有研究指出，适量摄入动物肝脏对肝脏自身健康也有益。另外，肝脏还富含胆碱、辅酶 Q10 等营养物质，对大脑和心脏都有帮助。可以说，动物肝脏的营养浓度远胜鸡肉部分，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天然复合维生素。在人类饮食史上，肝脏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往往被视为珍馐。远古狩猎时代，当人们猎获大型猎物时，往往首先取出肝脏分享食用，这被认为是对猎物的尊重和对勇士的嘉奖。许多捕猎民族都有生吃新鲜肝脏的习俗，认为可以汲取动物的生命力。即便在动物界，顶级捕食者如狮子、老虎捕杀猎物后，也是第一口咬破腹腔取食内脏，尤其是肝脏，
因为其中富含营养是本能的选择。到了文明社会，各国料理也纷纷开发出美味的肝脏菜式。法国有嫩滑浓郁的鹅肝，东欧有煎鸡肝，东方则有爆炒猪肝、卤牛肝等家常菜。肝脏绵软的质地和独特的风味曾吸引无数美食家流连。然而，近代由于认识到肝脏也是解毒器官，一些人对吃肝产生了犹疑。事实上，肝脏的解毒主要通过转化毒素，并不是蓄积毒素。因此，只要来源健康，经过适当处理的动物肝脏并不比鸡肉含有更多有害物，倒是其高胆固醇常让人忌惮。但如同前文提到虾的情况，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饮食胆固醇对血胆固醇影响不如饱和脂肪。100克猪肝或牛肝的胆固醇大约300到400毫克，看似不低，但如果只是每周吃1-2次小份肝，每次50克左右，远不足以对血脂造成重大影响。相反，它带来的海量维生素、矿物质是普通饮食难以获取的。很多国际营养专家也开始重新评价动物内脏的价值，认为适度食用肝脏是获取特定营养的有效途径，甚至将肝脏誉为超级食物。当然，物极必反的道理也适用于肝脏，因为维生素 A 等含量太高，吃肝过量可能引发维生素 A 摄入过多，导致中毒症状。这在北极探险史上有过惨痛教训，一些探险者食用了北极熊肝，结果因维 A 中毒而亡。因为北极熊肝脏的维 A 含量高的致命，普通人倒不必担心这么极端，但也应遵循适量原则。世界各国的营养指南普遍建议，每周内脏摄入不宜超过100克左右。因此，将肝脏作为每月或每2周一次的营养加强剂，比天天食用要明智得多。另一个注意点是，烹饪方法，动物肝脏质地嫩且带有血液，必须充分加热至全熟，以杀灭可能的病菌和寄生虫。处理时可以用清水或牛奶浸泡半小时，去除杂质和血水，使口感更加嫩滑，配以洋葱、青椒等快炒，或者做成滑嫩的干泥，都能让人既享美味又得营养。综上所述，动物肝脏以其无与伦比的营养密度荣登全球最健康肉类之首，实至名归。它就像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营养丸，蕴含着惊人的生命能量。当然，正因为它太过强大，我们在享用时也要掌握分寸。曾几何时，许多老人出于误解将动物肝弃之不食。如今在科学的指引下，我们或许该重新认识这补品级的肉中瑰宝。只要来源可靠，烹调得当，食量适宜，动物肝脏将成为您均衡饮食和养生防病的秘密武器。从第10名到第1名，我们一起走访了陆地、天空与海洋，结识了各种各样的健康肉类选手，有平凡朴实的鸡胸肉，也有出人意料的牛肝，有奔跑在原野的鹿和兔，也有遨游深海的鲑鱼和虾蟹。虾既包含传统养生智慧中的鸽子、羊肉，又融合现代营养科学推崇的火鸡肉、瘦牛肉。纵观这份排行榜，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天然、受制、少加工是健康肉类的关键特征。相较之下，那些肥腻的五花肉、深加工的香肠培根，因为高脂肪、高盐和潜在致癌风险，逐渐淡出了营养舞台的中央。然而，榜上有名的肉类各有千秋，我们在享受它们的美味时，也要注意均衡搭配和科学烹饪。正如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所倡导的，健康饮食应当多样化，鱼禽为优，红肉适量，内脏偶尔为之，搭配大量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具体到日常生活，我们可以一周吃上2-3次鱼，保证 Omega-3 的摄入，隔几天来份鸡肉或火鸡等白肉，提供优质蛋白。红肉如牛羊则每周控制在半斤左右，选择瘦肉并配合清淡烹调。至于肝脏这样的营养王牌，则少而精，或每半月享用1次即可。通过这样合理的安排，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为身体提供全面营养，还能避免某一种肉吃多了可能带来的隐患。回顾人类演化史，我们从茹毛饮血的猎食者走来，又在农耕文明中学会驯养牲畜、打鱼捕猎，每一种肉类都在特定时代养育过我们的先祖。而今，科学赋予我们慧眼去甄别哪些肉更有益健康，
哪些该适可而止。这份全球10大健康肉类排行榜既凝聚了现代营养学研究的成果，也蕴含着各民族的饮食智慧。当我们大快朵颐时，不妨对盘中餐多一分珍惜与理解。无论是一块瘦牛排，还是一片鱼肉，亦或一勺动物干泥，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和人类文明的结晶。希望通过本次深入浅出的探寻，您不仅学到了健康吃肉的知识，也感受到美食与历史、人类与自然交织的奇妙故事。最后，用一句轻松的话作结：会吃肉，肉才会帮你健康的活儿。愿我们都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吃出健康，吃出智慧，让餐桌上的每一口肉都成为身体的良药，生活的享受。谢谢您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次美食探秘再见。